抽血，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应该没有什么人会喜欢这个过程。往往我们只是被扎了以后，塞上了一个棉花，就到边上等着报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到底把你抽出来的血拿去做了什么？这一次我们来到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将带你一起来探索一下，你被抽出的血在这大概半小时之内去了哪里。这个叫是血球流水线，也叫血常规流水线。大家都知道，一到医院来，一般都会做个血常规。最常见的、最主要的一个检测项目，有是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等等。这是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的于道军主任，他从宏观角度跟我们介绍了一下血的检验流程。而在检验之前，我们想先带你来看一下微观视角下的血是什么样的。像这个是我们团队用特殊的显微镜为你拍到的画面。这个是红细胞，血里面绝大部分的细胞都是它。那放大来看，你会发现它并不是红色的，而是透明的。那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把氧气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那正常形态下的红细胞，它长这样，呈圆盘状，有些内凹，长得有点像个柿饼。而画面中这几个长得有点奇怪的细胞是什么呢？那它们也是红细胞，只不过可能发生了某种病变或者衰老蜕变。那它们有的会有些皱缩，有的甚至看起来只有这样半个。那这样的红细胞运输功能就会大打折扣。那如果你看到你血里面有这种细胞，你肯定会有点焦虑，对吧？你的身体会不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病变的红细胞，最终运不动氧气出问题了？那这当然不用担心，因为人体血液的更新代谢还是非常快的，红细胞的寿命大约是120天，而人体里面每天大概有20亿个红细胞会衰老死亡。那这些畸形病变的细胞都是优先清除的对象。讲真的，我们很想给你看看活着的红细胞在身体里的状态，那人体里面的那实在很难拍到。不过我们也利用鱼的尾巴还有牛蛙拍到了红细胞在血管中的样子，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种拍摄，真的就是一颗一颗的细胞排着队在流动。而为了维持机体的运转，红细胞也在一呼一吸之间时刻不停地奔涌在血管这条生命之河当中。其实你仔细观察这个画面的时候，会发现红细胞边上经常会有这种快速闪过的小颗粒，那它不是杂质，而是我们熟知的血小板。那虽然很小，但当身体出现伤口的时候，它们可以集合凝聚，最后形成血痂，起到止血的作用。那除了这些小东西，还有一种血细胞特别的显眼，你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和别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白细胞，它们体积会大一点，看起来非常的强壮，它相当于我们血液里的保安，时刻都在巡视，去找到有害的病原体或者物质，并且杀伤消化它们。然后看起来强壮的白细胞，它们平均的寿命大概只有7天到14天，比红细胞要少很多。这些英雄它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在成功攻击之后，它们也会消散在血液里，并且留下一些免疫的抗体，给你的身体做出最后的贡献。那通过显微镜，我们已经基本上知道了血液中会有哪些细胞。那接下来就可以真正进入到血常规化验阶段。那这个血常规也叫做全血细胞计数，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血液中各种细胞的数量还有比例。在最早的时候，血常规所有的检测流程其实都是由医生人工来操作的。比如说以红细胞和白细胞计数为例，医生需要手动吸取定量的血样，然后加入到对应的红细胞稀释液和白细胞稀释液里面，再使用特定的血细胞计数板，在显微镜下把这个红细胞和白细胞一颗一颗的数出来。难以想象这个工作量以前化验会有多么繁重庞大。而现在这整一套流程都可以在机器里面自动化完成，非常的高效。那这些血样在仪器里面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也拍了一点，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血样在进入到机器里面之后，机械手会自动抓取试管，并且反复颠倒10次，混匀血样，防止血细胞分层。紧接着取样针会穿刺进入试管，非常精准的吸取定量的血液，加注到不同的反应池里面，然后加入对应的试剂，再分类进行计数。整个过程大概只需要5到10分钟，理论上就可以得出血常规的结果。那么现在你拿到了这样一份检验报告，这个报告应该怎么看呢？你的身体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医院里面通常是会给你标注一些箭头高于平均值或者低于平均数值，但只看这样的数据，你很难知道到底的症状是什么。那么这里没法给你提供任何的医学意见，但是可以讲一下，通常这些指标变动会提示了什么东西。那比如这一份就是张扬的血常规报告，整体看着很健康。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大概一半都是有关白细胞的参数，
那血液中的白细胞总共有5种：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还有单核细胞。那每种白细胞的作用都不太一样，那它们的参数异常会提示着不同的病症。那以冬季常发的感冒为例，这份报告里中性粒细胞数目和比例下降，白细胞总数下降，淋巴细胞增多，可能对应着病毒性感冒。而这份报告里面，中性粒细胞增多和白细胞总数增多，可能对应的就是细菌感染。那当然，这里只是大致理论参考，我还是得强调，具体的情况你得去找医生，根据你的病情还有生命体征才可以确认。那刚刚讲的感冒是比较基础的病症，那我们也想问，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病症，比如说白血病，在报告单上你会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那这是一份白血病的报告，乍一看好像只是数据异常，会有一些箭头上下，而引起这些变化的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病症，所以单纯看表单很难有效推测结果。那这时候仪器生成的一个图形白细胞散点图，可以给医生提供一个有力的参考。它是一个空间的3维图形，其中不同颜色的散点对应着不同的血细胞，健康状态下的血液散点图各个色块比例协调，也会分得比较开。但像这个图形中出现了粘连，并且有比较大的一块灰色的色块，这是典型的白细胞形态异常，临床上最严重的就是白血病。那当然，白血病并不是意味着你的血的颜色变白了，而是血液出现不正常的白细胞大量增生。这张图里面的灰色散点提示的可能存在未分化成熟的白细胞。那当有散点图异常的血样出现之后，医生通常就会启动下一步染色镜检的这个流程来进行复核，这是通常感冒过程中医生不会做的一个检查。那这个就是一个自动推染一体机，它里面流程的第一步同样是颠倒摇匀，紧接着取样针会抽取对应的异常试管里面的血样，精准的滴在载玻片上，再用另一块载玻片推出薄薄的一层，然后机器会把血图片自动烘干，再送到染色模块来进行瑞士染色。而染色后的血图片就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出各类白细胞，配合自动阅片机可以检验并且统计出异常白细胞的参数。而这个流程的最后也需要医生在显微镜下做最后的人工复核技术，才可以发出准确的报告来确认血样对应着哪种病症。好，那么跟着我们一起过完了这整个流程，你现在是不是有种感觉，好像一管血它就能够检测这么多信息？那为什么医生要抽我那么多管血呢？那还有人说，好像现在血抽的比以前更多了。那这个倒是主要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通过指尖取血来检测的，确实量没有这么多，但是长大以后就用管子给你抽血了，你也就长大过这么一次，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错觉。那现在我们体检的时候一般都会采2管血，那血常规只是其中的一项，检测的对象主要是血液中的血细胞，而如果你需要检测血糖、血脂、胆固醇、无机盐、激素、酶、抗体等等生化指标的时候，大多数需要用到血清或者血浆来测定。而且它的盖子的颜色也有讲究，2管血中的紫帽管通常用于血常规，黄帽管用于生化类指标。而在临床应用之中，根据不同的检测需求，可能还需要用到更多不同的管子来检测血样。那为了结果更准确，血生化检查往往需要进行离心处理来得到血清，在离心机中转了大概15分钟之后，血样会分为3层。下层是血细胞，中间是样品管中的分离胶，而上层就是检测需要的血清。这样处理后的血样就可以进到生化免疫流水线来进行一系列的检测了。这是我们现在拿几个血样演示一下。下面我们把这个标本放在这个试管架上面，启动，一键启动，看看。哦，它里面抓手就过来了。抓过来，这相对比较智能化的。所以技术的进化使医生可以快速的完成检测。那现在你会看到，在流水线上，样品管通过传送带依次排列，读取条码之后，运输到对应的仪器中进行检测。每一道工序都是紧密衔接、高效精准的，机械和人工默契协作，为检出每一份血样的结果保驾护航。听了这么多，这时我们总算能够来面对一下曾经有过的一些江湖谣言，什么体检抽的血有一管是被拿去做献血了还是什么的，那这当然是不对的。最终这些血样做完对应的检测项目之后，倒是会有个流程是经过统一加盖，并且回收到冰箱里面，在低温之下保存7天。那这个目的也是为了期间可以随时调出样品来进行复查。到期的标本最终也会由医院统一无害化处理，这里的每一管血采集过来都是为了检测你的健康状态，不会用于其他的用途。那另外，人体的血液标本其实也是一种生物污染源，可能还有传染病病毒或者细菌。检验科医生其实是一个暴露风险很高的一个岗位，所以要感谢他们给我们的健康做出的努力。小小的一滴血里面蕴含着身体的健康密码，在现代化仪器的助力下，检验科医生们也会抽丝剥茧，高效快速的为你检查出血液中的
蛛丝马迹。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喜欢我们的朋友也可以点赞、投币、3连转发，也欢迎分享给你别的那些需要验血的朋友们看一看，也能够帮助他更多了解一下整个过程。那也祝愿你每次体检看到的报告单都是没有任何箭头的，这样是最好的。非常感谢杭州市第1门医院给我们提供的帮助。那么下次再来点不一样。如果您作为一个专家的话，您推荐多久做一次血液体检？目前来说，半年到1年，一般是1年左右可以了。我根据年龄段，年轻的可以是1到2年可以，年龄大的建议是半年左右。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及时的发现这些病症。对对。